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。最近呢，我看到有许多的朋友留言说，他买了这个云芯板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云芯板要怎么使用。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呢，我们就特别来介绍一下云芯板的使用方式哦。我们都会知道，遇到曲线的边缘，我们就刻曲线；那遇到直线的边缘，我们就刻直线。那可是曲线的刻线呢，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的困难的，尤其是说在一个弧面再刻出一条曲线，一定必须借助一些辅助工具，例如说刻线胶带。可是呢，刻线胶带你要怎么刻出这个弧形呢？如果你是用手直接刻，那你每一次刻出来都会是长不一样的。我们可以用这种黄色的这种遮盖胶带，你撕一小节下来呢，然后贴在这个你要刻线的这个零件上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在这个胶带上面画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线条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再把这个胶带撕开，你就会得到一段你需要的这一段曲线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说，这上面是有很多的不规则的曲线来构成的哈。那我们就可以来挑一段它最逼近的曲线，这段曲线的弧就跟你要刻的这一段非常的接近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云芯板呢固定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你再把这边切断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刻线胶带的型板。你看我的这个遮盖胶带呢是第一层，第二层上面呢我贴了一张1公分的刻线胶带，然后呢再来把这一段线段放在这里。那在这边介绍一个小技巧哦，你弧线对好以后呢，你就把云芯板的这个头尾稍微用这个遮盖胶带把它固定起来。然后呢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桌面上其实是有2块切割垫的？那这个小的用意呢，就是可以你在切割的时候呢，它是可以做这种旋转的动作。角度不好旋转的时候，你可以转这个切割垫。大家要记住一个要点，就是你第一刀一定是轻轻的划过去，顺着这个曲线多划几次就可以了。你如果是用蛮力，你切出来的这一个胶带呢，那个边缘就会不漂亮。当你都完成这个切割的动作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移除这个遮盖胶带。那我们需要的这一段曲线呢，它就出来了。好，那你在保存这个刻线胶带的时候呢，你记得不要直接粘在这个切割垫上面，它会降低这个粘性。不是把它保存在这种 3M 呢的胶带的背胶上，就是我们 MadeWorks 的这种砂纸，它后面这一张你撕下来以后不要丢掉，你就把它留在这上面。你还可以把这些你已经割好的型板送给你朋友，你朋友连这些型板都不用再做一次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一块你已经做好的刻线型板贴到这个零件上，你一定要让它贴平，不要有气泡才开始刻。然后把刀子呢轻轻的放在这个刻线胶带的边缘，让它自然的滑动就可以了，你不用刻意的去出力。那你这边刻过来，这时候这些塑胶屑在右边嘛，我们把它剥掉以后呢，你再从右边轻轻的把它跑回来一次，因为它现在已经有轨迹在里面了，所以你在刻线的时候其实不用出力呢，它就会在同一条线段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多描几次以后呢，现在其实已经刻完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刻完了，我们稍微把它打磨一下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顺便检查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卡一些屑，有没有需要加强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这个曲线刻完了，我们就把它点一下墨线。那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看到，我们已经把我们需要的那一段曲线刻出来了。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问题说，我已经把这个左边刻出来了，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右边刻出来呢？刚刚我们撕掉的这一块胶带呢，大家记得千万不要把它丢掉，你只要把这个胶带贴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背面你再贴一张刻线胶带，你顺着这个形状去切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对称的一个刻线胶带。偷偷透露一个新品的资讯，就是我们之后也会有这种一片的这种，有一面是刻线胶带，那有一面呢就是一张透明的模板这样而已。那你只要把这一张这个刻线胶带呢贴在这个刻线胶带的背面，那接下来呢，你就把它顺着这个再裁切一次就可以了。你等下切出来的这个刻线胶带呢，就会在右边，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对称的型板哦。以上就是我们云型板的使用方式。那如果大家还有疑问，欢迎来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微博留言。喜欢我们教学影片的朋友呢，大家记得锁定 Mr. Joe 哈比频道 MadeWorks 教室。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那切那里面错开起来是怎样？
大家好，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。今天来到 Mr. Joe Hobby， 但没有配音了。今天来到 Mr. Joe Hobby 来拍 MadeWorks 专辑喽。所以啊，透过我这样所以透过我们这样100%的检验，要从这么多的不良品里面挑出这些良品，你们就知道这个是万中选一的阴啊，不是，是精英啊。如果你们在市面上看到有 MadeWorks 的雕刻刀，你一定要马上买下来，因为什么时候还会再生产出来，我也不知道哦。